美国最近国会议员很关切台湾的军购，之前有不同的党派，跨党派共和党的、民主党个别要求对我们立法院说，你们为什么不去通过国防预算呢？甚至还去国民党还有什么智库交流等等等等那为什么不通过呢？哇，那上个礼拜更不得了了，37个，有人说34，有人37，跨党派议员联名致函立法院长、韩院长，还有郑丽文郑主席朝野领袖，就说呢，你们要赶快通过啊，这个否则很危险啊，台湾很危险啊，等等等等还你看这么大一封信，看到没有？然后各个签名都在这地方很正式然后也给这个黄国昌蓝白主席说呢，赶快通过国防特别预算那他承诺，你们给我们的话呢，我们会加紧脚步给你们武器那另外呢，这个说蓝白挡了军购，所以37个跨党派议员写信来致函谢龙介说你们是急着分任，我看不起你，让谢龙介是比较强硬了。我想这些人各有不同的立场啦，也不见得通通要分任，但是也有美国有30个国会议员是有买这些军工业的股票的，查出来是有的然后呢，之前来敦促我们那些议员查一下后面。的确有什么波音有什么一些雷神去给他们政治现金也有的那反正，但是也有的可能是真的基于这个爱台湾，有的基于反共都有。我想30多个人，每个人的立场可能不一样，但是呢，都写了信来然后呢还联名写信来那另外呢，这个牛许婷委托了 TVBS 民调中心做了一个民调了那关于国防部分是说你。担不担心国防预算会排挤其他预算？钱就这么多嘛，买了就不能买那个，买了就不买那个嘛。51%的人说非常担心，跟担心；不担心的41%，多10%，多不多？这有人担心，有人不担心，可以这样讲。那你担不担心延期交货？56%担心，31%不担心那你认为这个特别？他现在2个预算了。一个是年度的预算，年度预算马英九的时候一年编这个国防预算是3000亿，到蔡英文变6000亿，到赖清德变9000亿然后再编了一个1.25兆的这个特别预算，你这个到底调查你支不支持？支持44%，不支持45%，几乎一样。难怪这个案子在国内引起这么大的讨论。如果完全都不支持，也就不用讨论了；完全支持也不用讨论了所以这个比例。非常接近44%跟45%好吧，就是说军购不军购那引起蛮大的讨论了那民众党我看他们提了一个案子嘛，4000亿，那民众党就已经复委，国民党支持他复委了。那现在国民党也说说国民党会提自己的版本那到时候就变成3个案子了，民进党政府的版本、民众的版本。国民党的版本在立法院就会审查了。那他原来是不复委嘛，那现在看是会复委。复委以后，大家反正各种意见折中一下，大概变成这样。所以大概不会是任何一个党的版本啦，既不会是国民党版本，也不会是民众的，也不会是民进党，因为一定是综合了以后变成一个综合的版本嘛，是不是这样？来，孟凯。是，我想话要讲就一定要讲清楚。过年期间，我们大家就是一件一件来谈。首先，在过年前，赖清德总统开那个记者会说，星星一字排开。陆海空司令跟参谋总长，但我会想是说，其实你不用排那么多星星你只要负责任的告诉国人是说1.25兆到底要买什么内容，说明清楚，大家就可以进来做一个复委讨论。其实为什么过去我们一直在讲，不是要每一次讲了之后，执政党就会扣红帽子，就会故意讲说你是要挡军购，但是从头到尾至始至终，在野党要的是捍卫中华民国跟看紧人民荷包，这2个完全不冲突你只要告诉我们，过去也有特别预算，包括2019年蔡英文政府时候编要购买 F16V 的凤翔专案的时候，那时候也是讲清楚，就是要买 F16V 66架，所以进来到立法院好好审查之后，就几乎是全数通过。也因此，在这一次，我真的也很想请教这些美国的参众议员们。你们那么多人签了这个名字之后，到底你们知不知道是说美国到底要卖多少武器过来，以及台湾向国会报告了多少数目？
因为看起来美国国会现在通过的是100多亿美金，也就是3000多亿。那即便是之后还有再增加，譬如说到4000多亿、5000多亿，但是跟我们现在的1.25兆都还相差了5、6千亿的一个规模跟一个预算。那我们就想问说，剩下的5、6千亿到底是要购买什么？所以其实讲清楚没有那么困难。再来第二个部分，我们也说，我们针对国防特别预算很负责任的，我们也提出我们的版本。民众党有版本，国民党有版本，到时候行政院的版本可以综合大家一起来讨论。那讨论过后，该购买的购买，不该购买的，我们可以之后来做这个年度总预算。因为就像刚刚赵先生讲的，赖清德政府已经编列到9000亿了，已经是马政府时候的3倍之多。最后我们必须要说，像关税条例不也是这样子吗？过去8个月、9个月，我们一直讲是说，你谈到什么程度，你至少要让国人知道，要让国人产业有点冲击影响，要有心理预期准备。结果没有，在过年前的最后一个礼拜5公布了，结果一打开哗然，来牛也要进口，来猪也要进口，并且内脏等等相关的限制全部都开放。对于我们的产业冲击到底有多大，我们不清楚。而这样子的一个条例签下来，我只想问一件事情：除了跟日本、韩国一样，就是15%没有叠加以外，台湾到底还获得什么好处？那吴征哈，那美国国会会写这些东西哦。有人说国民党认为是民进党去乱告洋状哈，去搞出来的，否则国会议员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呢？我觉得这个不需要民进党去告洋状了，因为其实这个军购这个我们国防一直是我们一个重点话题啊，特别是本节目其实对于外交国际，其实每一集都会前面花至到一半的时间在讨论嘛。那所以其实大家记得川普政府上台以前。上台之后，其实我们就常常讨论到，包含美国的国防部次长一些相关人士在任命的时候，其实当时就有美国的参众议员在质询国防部次长，那时候是 Albridge Colby， 就这个问题嘛，就说现在怎么看台湾到底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决心，有没有投入相对资源来强化他们国防？因为其实对美国或对日本来说，现在他们都会很关心这个议题，因为基本上现在战略上美日台就是大家在讲所谓第一岛链这部分，某种程度是我们讲说战略的共同体嘛。那大家知道说，像我最近在看到一些美国跟日本方面军事行动的资讯，像例如说去年的时候，大家知道小泉进次郎他有去这个与那国岛上视察，那其实美日已经在与那国岛上进行一些相关的军事演习。那因为与那国岛距离台湾非常近，大概只有100公里，就桃北到苗栗的距离。那现在以与那国岛来讲好了，他们在上面进行什么呢？他们在上面练习是说，我不要等到万一有一天中国打台湾了，我把人派过去，因为中间可能被飞弹拦截，那这个中间船稿被打沉了。我平常就练习在上面布置一些陆战队，万一有一天真的中国采取什么军事行动，当地的部队马上反应。所以各位要想的事情是，为什么美国会很关切这个事情？因为美国会在意说，我现在人也到前线啦，也未来要台湾有事的时候要来帮忙啦。台湾有事，美国有事，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如果台湾自己不强化自己的国防，那美国参议员在他们这个国会质询很直接啊，那为什么我们要派美国大兵去这么远的太平洋啊？如果他们自己不在意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这是我们一直在讲嘛，就你自己一定要展现出防卫自己的决心，那你这样去说服大家一起来帮你才有说服力。所以当然了，我觉得现在整个方向已经朝向好的方向了，因为刚刚不管是孟凯啊，或者是乃金姐，其实当然细节上还有点争端，但是看起来大家都还是往觉得说，要强化国防这方向走，只是说里面的细项怎么抓。那我觉得至少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啊，我们继续前进。然后沈医师认为说两岸不会打，那编这些国防预算干什么？是的，这永远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在国会里头处理这个国防预算案一直处理的不好。他们首先就一再的否决、否定。开始的是说我们钱交了，东西没到啊，什么意思啊？东西到你就接了吗？还有第二个，现在就讲说，军工、军警的加薪没有编列预算，所以这个我们也不让你过。这好像也牛头不对马嘴，有一点弱了。那现在美国那边压力到了，你大小逃也逃不掉了。所以我要回到来讲说，现在就是说蓝白开始大家觉得蓝白的和有一点阴影了，因为什么？黄国昌的案子最先提出来，那他们现在也复委了。这个是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在野的或者民间版先复委啊，政府版卡住。这个现象少有，通常是什么？行政院版出来了啊，假如说在野要有版本，我们等你，或者是在野有版本啊，没有行政院版，通常在野党也不会审，因为审这个没有用啊，通常是执政党是大党嘛，你审这个干嘛？那现在好，黄国昌的版出来了，国民党就有一点那个孟凯
我觉得你们国民党啊是有一点懈怠，有点懒惰，你们就应该要跟白的一直保持联系。晓得他们在写版本的，他们1个礼拜就写了，你们也应该有版本，而且呢，他们复委了，你们也应该要复委。但是呢，你不要太乐观。这个3个版本啊，是南辕北辙啦，就是条文不对等对不起来，这个怎么审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大家都要审的话，应该要有一个朝野协商，把重点，比如说把买些什么啊，数目要多大，抽出来，先把这个讲定了，条文重写，要不然你的第1条是我的第8条，你的第5条是我的12条，这怎么审啊？对不对？3个月前我们就讲说买些什么一定要先告知嘛。原来老陈讲的原来是对，但现在有一个变化，就是后来老美公布3000亿美金的东西嘛，对，什么海马斯菲尔，后来又公布了一个6000亿，至少反正是他们这样，金融时报6000亿包括反正这个爱国者飞弹一大堆4套，所以加起来已经9000亿了嘛，所以当时蓝白的意见就是说，你至少我要知道什么是。那现在既然这边3000亿，那边6000，加起来9000亿，那我这个国防部又说国内会买3000亿，那加起来是1兆2了，把东西拿出来看看嘛。哪些需要，哪些不需要，那就实质可以进入审查嘛。休息一下再回来。那么这个许玉仁许玉仁是原来国民党不分区之前的啦，那他现在在美国华盛顿的 Hudson Institute， 就是我们讲说哈德逊智库做研究员，他说他已经看过川普跟习近平通话2个重要的逐字稿，他全部看，他说他看过了那好，那他怎么讲呢？他说里面他提出说到底他们讲了些什么？第一个，习近平对川普提出了2项不容妥协的要求，改变对台湾的论述。习近平要求川普由不支持台独改口为反对台独，那这是一个。第一个，原来不支持 do not support 嘛，那现在是呢 oppose 反对那另外呢，暂缓军购，你川普要来大陆，你要暂缓给台湾的军购。否则4月北京行白见了。否则你台湾给他经过，那我们还见什么呢？这徐仁讲的真的假的我们不知道那所以呢，这个《自由时报》说国民党的见面礼，那徐仁说那是川普要见习近平的见面礼。那另外呢，柯文哲喊话赖清德说你把台湾卖给中国叫做卖国，卖给美国也是卖国啊。你天天讲这个在野卖国，那你把台湾都完全无条件卖给美国，你也是卖国所以军购案现在复委，当然大家说这是不是绿白合民进党已经跟民进党一样了他说不等于绿白合那另外呢，陈佩琪就出来讲话了，陈佩琪你们说柯文哲把他关了1年，还说他的金流有问题，赖清德金流没有问题吗？赖清德20到30年间捐了1亿。还有那么多的寿险保单然后呢，110年3月购入土地房产，而且呢花了3280万。2025年总统就职后的财产申报，新台币1125万4024元的存款，比上次增加909万。又送孩子去美国留学，那么贵，那财产来源呢？为什么不查？陈佩琪开始发动攻击那另外呢，所以呢。柯文哲跟赖清德说：“你把台湾卖给中国、美国都是卖台，你不要做卖国贼，你天天抹红别人是卖国，你自己是卖国贼。”那赖清德说呢，春节的茶叙是希望化分解为团结了分歧为团结了。那会不会因为喝了这个茶就化这个分歧为团结来，乃金怎么看？我对那个徐玉仁玉仁他说他有看到那个逐字稿我是觉得说那这我还蛮好奇的啦如果有逐字稿，焦点应该媒体会登才对啊。对，就是不晓得他是不是有从一些这个管道得到。那如果说是从两边当通话完结束之后双方各自发的新闻稿，有关于大陆对于习近平对于军售问题的关切，我是看到是大陆方面的新华社的稿子是有提到了但是没有那个台独的部分，就没有把它变成说反对台独的这个部分我想对于川普来说，
他其实在通过跟习近平的这个2个小时的对话里面，在他后来在Truth Social 上面发的文，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台湾问题呢不但被搬上这个台面呢，而且呢，他也是回应了啊，他理解中国大陆对这个问题的关切，而且有关于军事的问题啊等等啊，也都是在讨论的范围之内啊。所以说，这就印证了赖清德呢，他讲说啊，这个中美之间呢，这个美国呢不需要把台湾呢当作谈判筹码，这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哈。既然习近平在有关于军售问题上面表了态，我相信呢，美国方面呢必然会做出一定程度的回应啊。那他回应到什么样的地步？会不会因为说你的回应不如习近平的预期，所以呢就连这个北京行这趟呢也去不成了？我现在看起来倒也没有这方面，不太可能朝这方面发展了啊。因为从大陆外交部还有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这个发言来看，他们现在呢就已经在做这个相关的这个行程，正在积极的安排中。然后呢，甚至于有媒体报道，连日期都出来了啊。本来是说4月去访问，然后4月的第1个礼拜，那但因为4月的第1个礼拜呢，可能会卡到这个清明节假期。所以是不是可能会提前到3月底让出访等等哈？那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讲呢，真的是至关重大的，在于就是说我们如何的来去审慎的去评估啊，掌握啊，就是川普跟习近平的这个会谈之中，对于台湾问题的处理。之前的时候，那个就讲到修习底德陷阱哈，修习底德陷阱的那位教授呢 ，Ellison， 他就提出说可能会有第4公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要关切的啦。那吴真啊，就是说，就是现在外面有人讲哦，说民众党现在已经换了这个党团这些委员了，绿白会合吗？你们怎么看？我觉得我当然没有接获到新一步的资讯了，但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这个味道。当然，柯文哲跟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分歧啦，包含刚刚提到他的官司啦什么，就是陈佩琪攻击赖清德总统什么的。但是这期我之前也分享过，就是柯文哲交保之后，他确实在观察到他释出一些这样的讯号是。例如说，他出来跟黄国昌直播，然后他提醒黄国昌，你的仇恨值可能太高了。然后他说，不管是跟国民党、跟民进党都要有沟通的管道。然后他之前用代理孕母的那个法案来去拜会柯建铭，然后说还是要沟通，还是要联络。然后现在新的台湾总召陈清龙又率先抛一个说，也同意院版进这个军事委员会审查。那我当然观察起来是说，似乎民众党的这个方向是有一点在转回来往中间一点哦。那尽管我个人对柯文哲过去也多所批判，可是对民进党来说，包含关税、包含军购，是我们都视为重中之重了。所以我觉得以整个党的态度来讲，如果真的有机会争取民众党的立法院支持，我想党也不会排斥。我在前次的节目，这个吴峥也在场，我就特别提出说，讲到两岸关系台湾的角色的时候，大家都混淆了。比如说筹码、棋子、玩家、买家、卖家、玩手，这些大家搞混了。现在总统重新讲，他还是搞混了。他讲台湾不是筹码，我告诉你，筹码只有事跟物才是筹码。讲到人，台湾是拟人，是人了。讲到台湾，应该是棋子，或者是被人家摆布的棋子，或者是不听话的棋子，或者是你是玩家，或者是你是买方，怎么是筹码呢？要搞清楚啊。还有呢，赖清德就讲说我们台湾很重要啊，我们是就第一线，但是有一点老蒋的遗毒啦，就说我们自由的等他，民主的堡垒，我们退迟一步，老公就像菲律宾，像东南亚，这个叫次货的洪流啊，就向外泛滥，侵犯了整个东南亚。这种想法，你看赖清德背得比我还熟哦。我觉得他这些想法是听听就好。我觉得这种想法就是置台湾于何地。我觉得军购案真的首先要知道什么时候会打了是怎么个打法。一旦一打，我们台湾是处于何种角色？用这个大前提之下，才晓得要买什么东西。吴峥虽然身为台湾执政党的发言人但是满脑子都是美国那一套甚至连副委我们叫国防委员会，不叫军事委员会所以你刚刚讲军事委员会，你满脑子都是美国那一套被洗脑的非常严重
这个柯文哲最近的发言跟角色哈，确实很多蓝营的支持者哦在揣测哈，他是不是为了他3月的宣判呐，还是说怎么样哈？所以其实有很多这个在穿梭蓝白之间人，最近都纷纷去见他。我了解啊，就跟他讲说不可以这样啦，还是要蓝白合啦，怎样怎样啊？据我了解啊，他的表态还是说蓝白一定要合啦啊，只是说他为什么有时候会情不自禁的，还是去踩蓝营一下啊？大家也都不知道哦。但是接下来因为是选举年哈，所以他每一句话就很容易被民进党见缝插针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奉劝柯主席啊，就是你不要觉得你只是我只是嘴巴讲一句而已啦，我都动没掉哈，你每一句话都会影响到。